清早，阳光刚刚好，我们来到了云顶世界的缆车站。这里的缆车早上9点准时开始运营，时间卡得刚刚好。车票吗？自动售票机或窗口都能买，怎么方便怎么来。今天的目的地是云顶的 Euphoria 室内花园，一个花海环绕的童话世界。登上缆车，准备出发。看看我们的座驾，坐上的是88号车厢，好兆头，走起。缆车刚驶出站台，你的视线便被头顶那根粗壮的钢缆吸引。它并非一条沉闷的直线，而是在远处那巨大的门字形支柱间，温柔地垂下一道道优雅的倒反的抛物线。每当车厢划过支柱顶端的滑轮组，总会发出厚而重的嗡嗡声。车厢随着缆绳的起伏轻轻颠簸，像是坐在一个巨大秋千的末端。我们再向前看，那些悬挂在缆绳上的车厢，像一串串挂在藤蔓上的甲虫，静静地在山谷上空匀速蠕动。它们之间的距离恒定，仿佛是宇宙间某种默契的节拍器。坐在缆车上，缆车线路穿梭于山脊之间，眼前的绿幕骤然拉开，远处是另一座更高的山峰。巨大的蕨类植物和热带乔木的树冠几乎要蹭到车厢底部，一望无际的翠绿峡谷。缆车又开始顺着钢缆的抛物线缓缓俯冲，仿佛要一头扎进对面那片毛茸茸的树海之中。大约15分钟的车程转眼就过，梧桐中央缆车站即将到达。往左手边看，那座大大的玻璃屋，就是我们要去的 Euphoria 室内花园。我们的缆车现在开始进站啦。梧桐中央缆车站的大厅内部设计也相当美丽优雅。梧桐中央缆车站的大厅里有2座扶梯，分别通往乘坐缆车和穿梭巴士的方向。如果想来 Euphoria 花园，还有免费接驳车可以搭乘，很方便。Euphoria 花园的前柜台布置得相当美轮美奂，这里还售卖一些和花园相关的纪念品。小物件设计得精致又好看，大家可以慢慢逛，慢慢选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正式进入 Euphoria 花园参观喽。首先来到的是第一个大厅 Zodiac Pavilion。这里最震撼的是那座巨型瀑布与沉浸式数字显示屏的完美结合，奔腾的流水与炫目的 LED 光影交相辉映，让整个空间栩栩如生，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。接着，我们继续走到第2个大厅 Rainforest Grove。在这里，游客可以从高架临观步道欣赏全景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俯瞰下方的丛林。这是一个热带雨林风格的室内森林，大家可以深呼吸清新的空气，欣赏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，让雨林唤醒您的身心活力。这边还能看到雨林中的热带猪笼草，它们形状像小水壶，壶身呈独特的黄绿色，壶口内侧有深红色斑点，这是一种食肉植物。旁边这些是人造的莱佛士花雕塑，这种花卉散发出类似腐肉的强烈气味，来吸引昆虫授粉，是不是很神奇？这里还有马来貘的展示，它们分布于东南亚，尤其在马来西亚，在森林中扮演着种子传播的重要角色。咦，那边有只大猩猩坐在这里。哦，原来是一个供小朋友们玩耍的弹力网状游乐设施，太有趣了。
走在室内的走道上，可以玩玩小型高尔夫球，也可以去溜滑梯，大人小孩都能找到乐趣。接着，我们来到了第3个玻璃屋 Garden of the Seasons 四季花园。这是一个4季常开的花园，每隔几个月，花园里的花卉就会轮换一次，所以每一次到访都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。每一次变化都带来全新的惊喜，等待您去发现。这里全年轮换种植超过3万株时令花卉，是马来西亚最大型的花卉玻璃温室，绝对是一处绝佳的游览胜地。您可以在这里欣赏到大自然最绚丽多彩的景色。看这一大片，那是红掌，俗称火鹤花。它们最显著的特征是光泽的心形红色叶片，称为佛焰苞，中间突出的尖刺叫肉穗花序，通常是黄色或乳白色的。这里还有不同颜色的搭配，相当美丽壮观。它们喜欢明亮的散射光和温暖潮湿的环境。走到这里，迎面就是一个巨大的心形或阶梯状的大广场。这里没有森林的深邃，只有色彩的爆炸。放眼望去，胡姬花不是一盆盆拘谨地摆放着，而是像瀑布一样从高处的花架上倾泻下来，又像地毯一样在阶梯两侧铺开。这里几乎没有一片绿叶是孤单的，这里的无论什么颜色都有，绝不是夸张。有趣的是，这个广场的布展者很有巧思，他们把胡姬花按色环来排列，从纯白开始，过渡到浅粉、玫红、正红、橙红，然后陡然跳入明黄、柠檬绿，再到蓝紫，最后回到深紫和墨色。您沿着花道走一圈，就像亲眼目睹了一场色彩的4季更替。看这一株是蝴蝶兰鹿特丹杂交品种，白色花朵点缀着紫色斑点，加上鲜艳的粉红色唇瓣，非常雅致。这边是兰花石斛兰，特点是花心白色，花瓣边缘呈深紫色。它是由新加坡白石斛和布拉纳天使石斛杂交而成的品种。继续走着，在看这片广场时，你会发现成千上万朵胡姬花并不只是好看，每一朵的唇瓣都像一个精巧的小兜子，每一片侧萼都像张开的手臂。它们有的高傲的挺立，有的羞涩的低垂，有的疯狂地蔓延。这片汇聚不是展览，而是一场胡姬花用颜色演奏的交响乐，而您正在欣赏它的第1乐章。这边是鲜艳的洋红色蝴蝶兰，花瓣形似翅膀，常被称为鹅兰。旁边是粉红色的蝴蝶兰，属于大纯品种，中央花瓣异常宽大，很有辨识度。再看这株，花瓣上的斑点图案让它被称为花式雀斑品种，是不是很可爱？美丽的鹅兰因其优雅的形似蝴蝶的花朵而广受欢迎，它的花期很长，可以持续开花数月，非常好养。这边还有白色花瓣上带着独特棕色斑点的蝴蝶兰，花朵中心呈对比鲜明的洋红色或深粉色，格外醒目。看那一片鲜艳的黄色花朵，点缀着细小的橙色或紫色斑点，这应该是龙树里约或重光骄傲之类的栽培品种。另一个品种的蝴蝶兰，花瓣呈粉红色，带有明显的深色斑点，花心是鲜艳的粉红色，层次非常丰富。这边是金灿灿的石斛兰，一种杂交品种，花朵呈鲜艳的黄色，唇瓣是深褐红色或紫红色。它们需要明亮的散射光和每天浇水，新芽成熟后就会开花。那边还有花朵呈现出鲜明洋红色和粉红色图案的鹅兰，同样易于养护，可以开花数月，特别适合带回家。
除了兰花，这里还有其他有趣的热带植物。悬挂着的那盆是美丁花，又名玫瑰葡萄或菲律宾兰花，它有大而光泽的极致绿叶，下垂着簇簇粉红色或珊瑚红色的花朵，非常优雅。巨大的叶子下面是彩叶海棠，一种娇嫩的热带多年生植物，以银色、绿色和紫色的叶子而闻名。花朵通常很小，不太引人注目，但叶子就足够迷人了。这边是深红色透亮的一大片，那是玫瑰状的重瓣块金秋海棠，以浓密的多层花瓣而闻名。这些花朵的颜色从深红到粉红，还有带着橙色调的粉红色，层次感十足。这边是丽格海棠，人们喜爱的是它们的叶子，而不是花朵，特别是那些叶片色彩斑斓的栽培品种，每一片都像一幅小画。看，这是我们熟悉的绣球花，一种因其硕大、浓密、圆润的花头而闻名的灌木。花朵颜色从白色到浅绿色不等，会根据土壤酸碱度和成熟度改变色调。它们在半阴环境下生长旺盛，需要湿润、排水良好的土壤才能开出繁茂的花朵。走在园内的走道两旁，这些绿油油的草拨叫做金叶卷柏，也叫金叶石松。它是一种低矮匍匐的多年生植物，形成茂密的羽状叶垫，像一层绿色的小波浪。这边美丽的低矮植物名为翡翠网纹草，也叫网纹草，因其叶片上对比鲜明的叶脉而俗称网纹草。它们原产于南美洲，在高湿度和明亮的散射光下生长旺盛，生长紧凑，通常只有10到15厘米高。看看叶子上的条纹，无论叶子是大是小，条纹就是那么细腻精致。在不同季节，这个花台广场都会换上不同种类的花品种。现在在我们眼前的是新几内亚的凤仙花，具体来说是类似于 Sanic 系列的一个品种，以硕大鲜艳的花朵闻名。它们色彩缤纷，有粉色、玫瑰色和红色等色调，搭配深绿色的尖叶，非常养眼。走出大花台玻璃屋，前面就是一座好像日本花园的荷园 Harmony Garden。 园内精心布置的石头、舒缓的绿植和层叠的瀑布，使它成为一个放松身心、舒缓压力、寻求平静的理想场所。这里的面积虽然不大，但提供了一个静谧的休憩之所，供人沉思冥想。在这里，让我们站在那棵老松树前面，慢慢地欣赏，听听老松树的故事。逛完了花园，我们又回到了缆车站，准备回云顶高原了。云顶空中缆车全长3.4公里，仅需15分钟就能将您从梧桐中央车站送到山顶的云顶世界站。沿途您可以欣赏到下方拥有1.3亿年历史的古老热带雨林的壮丽景色，同时还能饱览云顶高原的丘陵风光。云顶空中缆车两端车站之间的高度差约为620米，起点梧桐中央车站海拔约867米，
终点云顶世界车站海拔约1487米，所以缆车在行驶过程中会明显感觉到气温逐渐降低，山顶通常会比山脚低5°C到10°C左右。我们的缆车就要进站了。回到云顶高原，正好是午餐时间。最简单的选择就是这家在缆车站旁边的餐馆，享用一份最好吃的椰浆饭，为今天的旅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下次上云顶，请一定来看花吧。谢谢大家。